台独的本质是台湾独裁，因为从任何角度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台湾是有办法独立，所以他必然戒严，他必然要做纳粹，因为只有纳粹才能去激荡出少数霸凌多数的公然暴行，这是一个历史成功的轨迹。现在这个政府我们到底在干嘛？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没多久，台湾内部的民主就开始蓬勃发展了，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在这个背景之下，台湾逐渐出现无党籍参选的，所以很多民进党骂的这个威权政府，他看到民意反映的这么庞大的力量，他们都开始在收敛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主跟独裁的定义还有一些误用，我有看到一些名嘴在讲赖清德是独裁者，你会去敢去骂北检吗？还会让你开记者会吗？这些人其实就是在玩弄民主的定义。教育部的词典，独裁的定义，政治上的决定一个人或极少数的统称为独裁。我跟你讲，这个不是民主的定义，这个应该算是民主工具。所以当一个民主的定义很模糊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独裁的温床。如果我们遵守所有的民主制度，可是这个国家它最终不服务人民，请问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民主的国家吗？我只能说这些人巧妙的去避开了民主制度，然后达到他的独裁目的。所以大家不要被定义所玩弄。其实共产主义阵营是最早提出民主这个概念的。你说不是希腊时期民主什么？希腊有大量的奴隶，有大量的非公民，所以希腊不是所谓的民主。事实上，希腊比较偏向的庄园主，是所谓的有产阶级，为了保障彼此的利益，透过一个集会的方式来做彼此的制衡。这样的雏形就是我们现代民主的起源，一个在法国，一个在美国。当时能够与会者包括像华盛顿，家家户户有钱的很，无产阶级在当时那是抱歉。所以民主的定义就我们来讲其实很混乱。不过台湾人的意义上的民主是有一些共识的。第一个，他要公平公正的投票；第二个，他要享有言论上的自由；第三个，在法律面前人人要得以平等；第四个，所有的政治人物拥有权力者，他必须要有权责对等；第五个，政府必须要公正、公开、透明。另外，人民老百姓当然也可以享有基础的人权。可是你仔细思考，那几个权利在民进党治下还剩几个？但我们的社会放任这件事在产生。我就以108课纲现行的教育部对于民主的一些教学的内容简单说明一下。首先，在国一上学期的1至2讲了叫做现代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德性：参与公共事务、遵守法律规范、理性思考批判、和平尊重包容跟捍卫公平正义。所以所谓的民主的概念，它是含杂到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识的一种概念。那另外一个是108课纲学习内容主要以4大构成，分别是公民身份的认同及族群、社会生活的组织及制度、社会的运作、治理及参与实践，以及民主社会的理想及现实。最重要的是第4个，民主社会的理想及实现，包括民主、正义、多元的争议面向的学习。所以如果要讲民主会谈到非常复杂，因为它是一个活的定义。我们民主还有分，第一阶段就是最基本的参政权，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关心弱势。你刚刚讲到共产党的民主是第2阶段，那第3阶段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元。所以如果纯粹要去谈民主，它要花一个很大的篇幅以及非常多的历史的材料去做一个论证。所以我不会讲说没有定义，而是因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比较不太会去讲纯粹工具。因为如果有工具来论，台湾叫民选，其实不同国家的民主都不一样，只是制度不同而已。重点是2个权利。那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性。那对于台湾来讲，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民选制度的合法性。那你今天投过，结果你强压多数民意，那你的合法性就会不断丧失，最终演变成民众上街抗议。我最近在教日治时期的台湾史，你就会发现，不管是日本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都会拉拢台湾士绅。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很多人都说台湾威权没有民主，可是如果今天照赖清德、照青鸟们的定义，你还可以上街呐喊，你还可以投票，哪里没有民主？那老蒋民主的不得了。我讲实在话，老蒋比他们民主多了。对啊，原因很简单，最起码老蒋有给他们想要的。
他们这些家伙没给他们想要的，所以你说谁跟民主？所以我就很无奈。1971年，在我们退出联合国没多久，台湾内部的民主就开始蓬勃发展了。课本上是说因为经济高速发展了，说实在是过去国民政府它基于开罗宣言的基础之上，它合法管理台湾。可是你现在退出联合国，你不代表中国了，那你凭什么管台湾？这是合法性的问题。所以1971年以后，台湾很明显就出现了2种不同的政治声音，到底是要独还是统？尤其是在海外的独派特别的嚣张，因为这些人在海外是看得非常清楚老蒋政权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彻底的失败，所以他们的台独意识就爆出来了。因为他们要否定老蒋的失败，所以他们从更根源的去做了一个主权未定论的逻辑。这是以前美国对老蒋进行打压的时候，他们美国学者所提出来的主权未定论。所以就有一个说法说台独源自美国，这个说法还真不是错的。而中华民国的自我解读叫做我先退出了，干我屁事。所以老蒋想了一句话叫做汉贼不两立。所以国民党必须用本土精英，这个时候不只是统治动摇，你还动摇军心，因为你不代表中国，那些老兵回不了家，所以你要安抚老兵，势必要开放一些党外的力量。在这个背景之下，台湾才逐渐出现无党籍参选的。民国60年代以前，谁敢无党籍？试试看。那时候政府的威权很大，但是他同样的，他要透过权力的度让来换得他的政权的稳定。所以一个聪明的政府是，他会在表面上很民主，但私底下很独裁。不像我们现在这位真的是非常的奇葩。所以很多民进党绿营骂的这个威权政府，他看到民意反映的这么庞大的力量，他们都开始在收敛了，因为他们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能载舟亦能覆舟。那你现在这个政府，你到底在干嘛？那到了1979年，又是一个大事件，中美断交，直接彻底摧毁掉国民党在台湾的威信。所以为什么后来美丽岛必须公开审判，不能判处死刑，是因为背后有美国施压，到最后蒋经国他们被迫，或者是到最后只能选择解严，逐步的分享权力来达到政权的稳定。他必须在有一个再授权的过程，也就是说，原本中华民国体制进入到台湾的时候，他整个的授权是被冻结的，因为他说中华民国中南要光复河山，那你台湾有大量的来自各省的国大代表、监察委员等等，全部浓缩到台湾。可是问题，你是用戒严暂时冻结，随着时间拉长，你这样的说法，第一个合法性一定会下降，第二个支持你这样说法的就是美国。那么当美国不挺的时候，它的戒严的合法性也下降了，所以戒严背后还是有一套逻辑。当然，蒋经国个人的意志的改变也是一部分，所以他有非常多的力量在拉扯。所有政权要稳固，它都必须要有授权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授权就是你必须取得老百姓的同意。那所以今天民进党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弱势授权，但他想干强势政府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总统利用制度的 bug， 5权改3权没改好，因为李登辉私心很重，他就想搞独裁。他埋下了太多制度上的隐患，导致现今台湾社会政治的动荡。但是很悲哀的地方是，当时蒋经国他之所以敢解严，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原子弹要研发成功了。就在临门一脚的时候，他突然间收到噩耗，有人叛逃到美国，把讯息出卖给对方。所以从那之后，台湾就不太可能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干预到政治内部的状况。1980年代以后，外省派、军派跟本土派都把李登辉当一个好操纵的傀儡，他就是一个权谋大师。他透过党外的力量，3月学运进行国大代表的改选，斗垮党内的外省派，他要重新解构台湾的权力机构。那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毕竟你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合法性不复存在了，那你当然要重新有一个新的授权。只是问题是，你后面的一连串的政治改革，光是精神好了，你该有的政治配套措施你都不改，更不用讲说立法、罢免各式各样的。他钻了一个 bug， 他说总统是全民直选，所以应该对全民负责，不是单独对立法院负责。但这可笑的地方就是在以前立法院是间接选举，可是立法院也变成全民选举啦，那你为什么不对立法委员负责？所以你会发现，李登辉他做的一件事情都是在巩固他的权力。台湾的地方势力开始败坏，就是在李登辉时期，他为了要斗垮国民党内的本土派，结合地方劣绅，我们又叫做黑金政治。
而这些人至今还在。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恐龙法官？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判处死刑的问题？我以前都搞不太懂，直到我最近在教这些历史的时候，突然间意识到，很明显在服务某些人。老李这个模式其实跟江泽民当时也很像，因为缺乏权力基础，所以先跟地方士绅合作。但是地方士绅既有的权力架构它比较稳固，稳固的权力架构会滋生两种可能性，一种叫藏污纳垢，另外一种相对衍生出一些道德品质。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唐朝30老明经50少进士，虽然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看不起明经科，说这些人都是世家大族，可是真正厉害的宰相大部分都是明经科出来的，因为世家大族训练完整，他的品性跟他的家学家风是很稳固的，而这些家学家风对统治者来讲是好的，因为统治者需要他的忠诚嘛，所以他会形成一个相应的道德品质。所以这些老士绅还有一些道德品质，因为他几十年跟国民党合作的很愉快所以他很稳。但是那些劣绅他们在国民党里面他混不下去。清德心里面最羡慕的是老蒋，我一直说他是老蒋的黑粉，因为台独仔心里非常清楚，不要看着什么台湾意识高涨，台独的人那么少，对他们来讲，台独的本质是台湾独裁，因为只有独裁能够推动他们所谓的台独，所以它是一体两面。因为从任何角度上，不管从中华意识的认同上，从地缘政治的现实上，从中国全面崛起的现实上，从美国事实上又是一个大忽悠事实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台湾是有办法独立的。那现在又多了一个乌克兰的现实惨状，所以这就更不能独立了。所以台独最终必然要走向独裁，所以才会刘世芳从内心呐喊出那句话：赖清德的这咱清清白白的台湾国的主人好不？所以他必然台独，他必然戒严，他必然要做纳粹，因为只有纳粹才能去激荡出少数霸凌多数的公然暴行，这是一个历史成功的轨迹。这里面所有的逻辑，你真的都可以在沈伯洋的著作里面找到蛛丝马迹，因为他那里个隐晦的思想是非常疯狂的，就这样。这是很可恶所以我们在做历史学会发现一件事情，就算再完备的制度，如果人不去遵守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就会被崩坏掉。所以青鸟最喜欢讲反传统，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些枷锁存在，他觉得破坏掉以后对他好的。所以我自己在看到这个很可笑的政权的时候，我是满心无奈。他们做了一个半残的法西式的玩法，结果到最后把所有人都埋葬下去。我们最惨的状况就是激化两岸关系，他故意的，而且他在跟美国这样打配合，因为他要透过这种两岸紧张局势的方式扩大他的权力。我必须讲，他的玩法是直接会点火的，所以我们不能让他肆意妄为，上街很重要。他现在就是226，对，我想看看这位先生他是不是敢破坏这样的传统，就是人民都已经发出愤怒了，他还要硬干。那应该可能会书写出历史上的新的篇章。你觉得台湾人没有那么屈服啦？之前有人就是说台湾有血性人都被杀光了，是台湾最血性的人确实上一辈的时候被杀了不少，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是肯定的。这都是我好朋友赖以任，你哪知道一个根本也不是国民党青年军的半路杀出来的，他这个台湾人集体上是非常反权威的，所以很难容忍这种事。即便只讲了青鸟已经是最大化的去操纵人心了，但是蠢货永远没有正常人多了。我们历史的长河来看，一定会有能人辈出。大家说人口基数少，所以能人不能一直出，但是他不会蠢到不会出来。只能讲一句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